江南市的郑先生用毕生积蓄买下了一件青花瓷瓶，不久之后却发现是一件赝品，实际价值不到购买价格的1/1000。郑先生因此倾家荡产，再加上求告无门，最终选择了跳楼自杀。此事再次提醒我们，一夜暴富的神话背后，往往是深不可测的陷阱。阿红，你是学历史的对吧？是的，云姐。那你知不知道倒流壶是谁发明的？这具体是谁发明的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不过早在春秋时代，就有了倒流壶的雏形。春秋时代？这么早？云姐，您可千万别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。虽然在那个时代啊，只发明了倒流技术，直到唐宋时期，这倒流壶才开始真正流行。明清时代又对制作技艺进行了完善，最终在清代达到了巅峰。那你觉得这只壶是什么朝代的？现代。何以见得？听声音，老壶的声音闷而不重，新壶的声音脆且刺耳。您这只壶出窑最多半年。姐，有人在咱们当铺闹事。谁敢在我萧家当铺闹事？叶不成。走。叶不晨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当然是来向你求婚的。你看，聘礼我都带来了。萧云，我敢保证，今天这份聘礼，你肯定无法拒绝。姓叶的，你哪来的自信，觉得我姐会稀罕你的东西？啊，那可不一定。这盒子里装的不会是金条吧？萧家家产万贯，岂会稀罕一盒金条？不是金条，那就是古玩，价值连城的古玩。古玩的可能性大。盒子里面装的肯定不是古玩，萧家最不缺的就是古玩。叶不成想要达到目的，绝不会拿古玩来当聘礼。盒子里面必定另有玄机。叶不晨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们不是一路人，进不了一家门。你呀，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哦，我们怎么就不是一路人了？你们叶家为了赚钱不择手段，我们萧家向来做生意以诚信为本，按照规矩来，这能算一家人吗？萧云，你说这话我可就不认同了啊！我们叶家做事儿确实不择手段，不过你们萧家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你放屁！常言道，车船垫脚牙，无罪也该杀。你们萧家的当铺就是个半个牙行，你们做的买卖，说好听点叫低买高卖，说难听点就是趁人之危，趁火打劫。你我两家其实骨子里是一个色儿的，谁也好不到哪去。小云，只要你肯嫁给我，以后我们两家变成一家，整个云岗城就是我们的天下，到时候想怎么捞钱就怎么捞钱，谁敢说个不字儿？叶不晨，我对你的宏图霸业不感兴趣，这聘礼你还是拿回去吧。小云，既然天堂有路你不走，那就别怪我翻脸无情了。怎么，软的不行，你还想来硬的？哎，你们可别误会，我叶不晨是个讲道理的人，既然事情还能谈，就不喜欢打打杀杀的。
小允，既然你不想要聘礼，那我就换种方式。打开瞅瞅吧，里边的东西你肯定会感兴趣。姐，我来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不会是炸弹吧？当票，姐，是我们当铺的当票。你说这叶老板拿着当票当聘礼，怎么回事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青花缠枝龙纹梅瓶，活当现金80万。没错，青花缠枝龙纹梅瓶，活当80万。我现在要赎当。小云，赎金我已经带来了，东西可以还给我了吧？叶不辰，你什么时候在我们这里当过东西了？谁当的东西有什么区别吗？认票不认人是你们当铺的规矩，不用我教你吧？你好了，大小姐，确实是我接的当，青花缠枝龙纹梅瓶，品相完好。半个月前一个外地人来当的，我还跟您请示过价格。我记得，你去把东西拿过来。是。这瓶子怎么有个缺口？不可能啊，大小姐！我收货的时候反复检查了好几遍，当时瓶子是完整的，绝不可能缺一块啊！破口了，这不会是搬运的时候碰掉了一块吧？当品损毁了，这得赔呀！那是，那可不。合资完好无损，里面的梅瓶却破了口，这肯定不是意外，而是有人故意委屈。叶不辰是有备而来，小家有了大麻烦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大家快来看呐！我典当给他们的金花缠枝龙纹梅瓶，居然给我弄坏了！不就是80万吗？我们赔给你就是80万。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呢？谁跟你开玩笑了？损坏当品照价赔偿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了。80万是你们当铺给的估价，不是这只梅瓶的真正价格。按照当票上的约定，当铺损坏当品应该按照市场价赔。什么叫市场价？不用我教你吧？这款梅瓶本就少量，在市面上谁会公开交易？哪来的市场价？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。对了，那拍卖行的成交价能不能算市场价？如果东西一样，成交时间以后计，确实可以。妈，巧了，就在昨天晚上，苏氏拍卖行拍出了一只青花缠枝龙纹梅瓶，跟我这一只一模一样。苏氏拍卖行，那不是你舅舅的产业吗？嘿呀，拍卖行嘛，开门做生意，管的是谁的产业呢？既然那只青花缠枝龙纹梅瓶被人拍走，那么它的成交价是不是就等于现在的市场价？成交了多少？不多啊，也就8个亿。你放屁！明代的青花瓷怎么可能卖到8个亿？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去拍卖行查嘛。对了，今天的云冈晚报也登了这则新闻。现在报纸也差不多该上市了，你马上就能看着。好一个连环套！先把一只暗藏玄机的梅瓶拿来典当，再用虚假拍卖把另一只同款梅瓶炒成天价，再掐准时机上门赎当，然后以当品损坏为由当众索赔。就算萧家知道自己中了圈套，也只能低头认栽，否则的话不但名誉扫地，连打官司都打不赢。小云，你不是说你们萧家最守规矩吗？那就赔钱呗。姐，咱不能赔，这分明就是他下的套。哎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啊！大家都瞅着了啊！
当品都坏了，是你们当铺损坏我的当品，也是你们说要照价赔偿，怎么能颠倒黑白，把责任往我身上推呢？大家说是不是？是有点道理啊。郑红，你干什么？二少，大家都看着呢，看着又能怎么样？这可是8个亿，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，汪我姐平时那么器重，关键时刻你竟然帮着外人。我没有帮外人。你没有帮外人，你抢我当票干什么？二少，大家现在都看着呢，你就算把当票撕毁，也完成不了什么，该赔的还是得赔。我赔个屁！郑红，你明知道是他下的套，你还帮他保留当票，你说，你是不是他的内鬼？什么？有内鬼？这煤瓶典当的时候完整无缺，怎么会无缘无故的缺了一块？如果不是管理有问题，那一定是有人动了手脚。我决定，后者最重要。他就是那个内鬼。郑红，你个王八蛋！云姐平时对我们这么好，你居然吃里扒外！我弄死你！住手！阿红，这件事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。我相信你。姐，这小子他……好了，我相信阿红，他不是这种人。叶不辰，你放心，我们萧家向来做事诚信为本，绝对不会赖账。好，萧家果然讲信用，佩服。这当品损坏，该怎么赔就怎么赔。不过偿债也得分个先来后到，这一点你没意见吧？没意见。刘叔，把账本拿来，先把大伙的工钱结了，再把今天之前所有的账目结清，剩下的资产找人估价。大小姐，我们不要工钱。您平时那么关照我们，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给您雪上加霜。对，我们不做白眼狼。是不是傻？不要工钱，难道想便宜他？好一个义薄云天的萧家大小姐呀，自己都要破产了，还不忘关照下人。看来我们萧叶两家确实不一样。不过虽然我们不是一路人，但还是得进一家门。你们萧家的家产就算全卖了，也凑不足8个亿。今天我就大方一回，剩下那部分就用你这个人来抵。叶老板，我有个疑问，按照这当票上的约定，今天是赎当的日子，那这么说，在我们当铺打烊之前，把这只青花缠枝龙纹梅瓶完整无缺的还给你，我们是不是就不用赔了？完整的？你以为这只梅瓶是面团吗？啊，破了碎了放在一起揉一揉就能恢复原样？这万一能行吗？万一呀，小老弟儿，这个世界没有奇迹，就算你能够多争取几个小时，又能怎么样呢？这只梅瓶世上就2只，就算你手段通天，能做出一只一模一样的，时间也来不及。咱们先不说这个，就说我们当铺打烊之前，把这只梅瓶完整无缺的还给你，你是认还是不认？当品完整无缺，那肯定得认。没错，那坏了肯定得赔，没坏赔什么？可这梅瓶已经破了口，怎么可能复原呢？哎，那倒也是啊，拖得了一时也拖不了一世。萧家呀，这亏吃定喽。行，我就给你个机会。现在离打烊还有1个小时呢，1个小时之后，你们要是拿不出一只完整无缺的梅瓶，那就等着赔钱吧。对了，钱不够的话，你就是我的人，以后我让你往东，你就不能往西。姐，刘叔，快去请林大师。等等，请林大师没用。不是郑红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林大师可是我们云港城修复古玩的第一高手，他也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如果连他都没有办法将这梅瓶修复，那我们真的就彻底完了。我们能想到请林大师，这叶不辰肯定也能想到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刘叔就算去了林府，也是白跑一趟。就算林府愿意帮我们忙，以他的水平，也没办法做到天衣无缝。那你说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就这样等死啊？我来吧。你来？你一个破打杂的学徒还懂修古玩？
没错，我会。行，就算你真的会，那你凭什么觉得你做的比林大师还好？盛红，我们的本事已经全部传授你，记住你的誓言，学艺是为了惩恶扬善，不是为了名利，更不能拿去作恶。阿红啊，事关萧家生死，你可不能逞能啊！刘叔，你知道我的为人，我从不逞能。云姐，请再相信我一次。好，我们萧家的生死就交给你了。老板，这都过去1个小时了，他们不会从后门跑了吧？跑不了，后面有人看着。老板英明，既然他们跑不了，不会真的在修梅瓶吧？就凭他们几个，想把破口修得天衣无缝，做梦去吧！不是郑红，折腾了大半天，结果就这么大的裂缝，就算是个瞎子都能看出来吧？叶不辰和外面那些人怎么可能承认这瓶子完美无缺啊？还没完呢。这裂缝消失了！别动！阿红，你这是在哪儿学的？跟几位真正的大师学的。不过云姐，我配置的这种胶水持久性不是很强，2天之后就会重新脱落。这个叶不辰就是利用这种手法骗过了你和刘叔，让本就有缺口的梅瓶流入了当铺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叶不辰这个老乌龟王八蛋，害我差点冤枉了好人。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？等胶水硬化，我们给叶不辰一个惊喜。哎，你说这都快打烊了，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呀？谁知道呢？这坏了的瓶子能修好吗？是不是他们不敢出来？哎呦，是啊，破镜难圆嘛，更何况是价值连城的古玩。哎，这叶老板的套路真是让人防不胜防啊！嘿，你们总算出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们在里边一起上吊呢。谁要上吊可不一定呢。哼！各位，请大家帮我做个见证，看看他们还给我的当品是否真的完整无缺。走。嘿，这缺口还真没了啊！是啊，你看连缝都没有啊！梅瓶从上到下完整无缺，难不成这是换了个新的？各位，这里有抵押时拍的流当照片，这梅瓶是否会掉包，一眼就能知道。哎，还别说哈，这瓶子和这照片一模一样。是啊，看不到任何修饰的痕迹啊！我就奇怪了，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能把古玩修得这么天衣无缝的，何况还是个瓷器。大小姐，我们能否上手？对呀，当然可以。哎，好。你疯了？这个东西8个亿呢，要是有什么纰漏，你赔得起啊？哎，对，我不上。
不上不上不上！让开！不可能！长久的独门斩结术号称天下无双，萧家的人怎么可能把破口补得天衣无缝呢？难道是他？不可能！这小子顶多20几岁，绝不可能有那种手段。叶老板，赶紧检查吧，我们就快打烊了。叶不成，这可是古代的玉器，像你这么弹，等会儿真弹出事儿了，可怪不到我们头上啊！各位，大家可都看见了，我们给叶不成的可是一只完美无缺的美品，没有缺也没有裂，品质上佳。要像他这么折腾，到时候真出了事儿，可就是他自己的责任了。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是这个理儿。当铺还给叶老板的青花缠枝龙纹梅瓶，品相上佳，完整无缺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对，叶老板，小云，这次算你运气好。哼！哎，叶老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什么干什么？这可是赎当的赎金，当品已经给你了，你还想拿走赎金？我看你是穷疯了吧？哼！拿走！坐。没事，我站着就行。让你坐你就坐，客气什么？阿红，今天真是多亏你了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们萧家就大难临头了。就是。我以茶代酒，敬你一杯，感谢你的大恩。不用，云姐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阿红，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？云姐，你尽管问。你的本事应该不止修补瓷器这一项吧？不错，我确实还懂一些其他的东西。难怪你光听声音就能辨别出倒流壶的真假。可是你有这样的本事，完全可以有更好的出路。为什么要来我这里打杂呢？算了，你不愿说也没事。我知道你没有恶意。其实也没什么好隐瞒的。我之所以来云姐您这儿打杂，是因为我要报恩。报恩？这位被骗的郑先生是你的亲人？他是我父亲。我父亲自杀以后，债主就把我们家的房子给没收了。我和我妈2个人流离失所，迫不得已才来到云岗投奔亲戚。妈，你醒醒！你别吓我！妈，你醒醒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来云岗投奔亲戚没找到，我妈就病倒了。烧得很厉害。阿勇，快带他们去看医生。等这位大婶康复之后，再带他们去找亲戚。所有的花销都由我来报销。是大小姐。谢谢小姐。这件事我好像有点印象。这个你收下。不，这可不行，云姐，我说过了，
我是来报恩的。虽然我帮过你，但是你今天救了我们萧家，这个你一定要拿着。云姐，如果您真的想谢我，那就帮我一件事吧。什么忙？帮我好好调查一下，我爸究竟是被谁给害死的。当年就是在云冈，我爸买了一只假的青花瓷，直到回家以后才发现是被骗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查到。还有我，谢谢，谢谢云姐。谢什么？都是一家人，收下吧。事情办成了，玩砸了。什么？玩砸了？我发明的金钩吊龙诀，这要么不出手，一出手便置对方于死地，怎么可能玩砸？前面确实挺顺利，但是在最后关头出了岔子。萧云不肯认账，不是他不认账，而是有人出手把瓶子修复成了原样。哦，当品完好无损，我怎么向当铺索赔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修补瓷器乃是我的独家秘方，胶水更是独家绝技，其他人根本不可能将梅瓶复原。你自己看嘛。哼。这还真是天衣无缝啊！怎么样？人家的技术不比你差吧？你知不知道是谁出的手？已经派人去查了，马上就会知道。嘿，此人必须除掉。这次计划失败，萧家必然会有所提防，到时候想吞并萧家，将会难上加难。敢坏我的好事，我肯定不会放过他。老板，查到了，是站在萧云身边的年轻人出手修复的梅瓶。真的是他？他什么身份？他叫郑红，是个打杂的。打杂的？找个机会把他带来见我。是。红哥，慢走。好。郑总，郑先生，我们老板想见你。你们老板是谁？你到了自然就会知道。连名字都不敢说，怕是没安好心吧？你少废话，跟我走。我要是不走呢？走不走由不得你。来人！一拳打一个，还两家伙，你们真不害臊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管我的闲事？你又算什么东西？敢在我面前装蒜！兄弟们，看他！你们竟然敢跟叶老板作对！什么叶老板、日老板，我不认识。叶老板，你老板是叶不晨。既然知道是叶老板，那就乖乖跟我们走。回去帮我告诉你们叶老板，有胆就亲自来见我，别躲在家里像个缩头乌龟。好，走。多谢大哥支援。哎，小意思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我叫郑红，是天成当铺的朝凤，请问大哥贵姓？朝凤可不是好人啊！我这人说话直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那我叫聂青，以后啊，你就叫我老聂啊。聂哥，哎，郑老弟，这几个人为何要找你麻烦？很简单，他们的老大叶不晨
设局陷害我干活的当铺，可惜被我给破了局。设局不成就来硬的，我看这个叶不辰他是输不起的。聂哥，你是不是第一次来云冈？你怎么知道？那怪不得你不认识叶不辰。这个叶不辰是云冈2大家族之一，叶家的话事人。他这个人做事向来不择手段，如今你得罪了他，恐怕会有大麻烦。怕什么？出来混，义字当头。他们那么多人欺负你一个，我能袖手旁观吗？啊！那么大一根金条啊！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，不能收。钱财乃身外之物，性命才是无价之宝。你刚才救了我一命，我就只给了你一根金条，说起来还是我赚了。那你还有吗？还有，哈哈，还有就好。我以为你就一根，我还不好意思收呢。聂大哥，你还是尽早离开云冈吧，我怕叶不辰那个小人派人报复你。离开？我为什么要离开？我从今天起就跟你郑老弟混。跟我混？哎，那恐怕会有后患之忧。我多说少，但我知道一句话，叫士为知己者死。以后啊，你就是我的知己。你让我帮你查的人已经查到了。是谁？此人名叫长久，江湖人称九叔，是城西四海古玩店的老板。长久，他不仅擅长修复陶器和瓷器，还是千秋会的人。千秋会？千秋会是一个专门制造和贩卖假古玩的组织，他们不仅有专门的造假作坊，还有负责贩卖的古玩店和拍卖行，以及负责当托的鉴定师和收藏家。总而言之，造假卖假一条龙，令人防不胜防。也就是说，我真正的仇人不止长久一个，还有整个千秋会。而且叶捕辰也是千秋会的人，他和长久的关系非常密切。我怀疑他拿来坑我们的那只梅瓶，就是出自长久之手。云姐，请你再帮我一个忙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。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哟，这不是刁爷吗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这是哪儿来的？就说看货不问来路，这不用我提醒你吧？是我失言了。东西是好东西，不过就说你那套路还是省省吧，我又不是棒槌。是我失言啊，是我失言。那刁爷，这您打算卖多少？不卖。不卖？那你来找我干什么？这杯子不卖，但是我可以白送你。刁爷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实话跟你说吧，这翡翠杯是一大批深空中的一件。一大批？刁爷，你该不会是扒了皇陵了吧？哎呀，恕我失言啊！刁爷，那你今天来找我，东西太多，懒得一件件卖，所以我决定大包甩。一共多少件？什么成色？品相完整的几十件，次一点的那就更多了。至于成色嘛，这杯子只是小意思。真的？我钻山雕什么时候说过大话？我要先验货。可以。九爷，东西都在这儿。你稍等一会儿，我好好看看。不着急，你慢慢看，我们在外面等着你。好。
钻山雕的手里真有一大批深坑。哎，这么大的生意，我能跟你开玩笑吗？这货我都验过了，那是个顶个的硬啊！突然出现一大批硬货，不会是陷阱吧？叶老弟，我呢出道几十年了，那是从来都没有打过眼。再说了，那钻山雕是摸金校尉，要是真想耍什么花样，倒也没那个本事。他开价多少？3000万。一口价3亿啊！3亿？哎，不算多，这根本就不算多。我算过了，只要这批货它上了拍卖场，我们起码能涨5倍，啊不，10倍都有可能。你确定？我的眼光你还不信吗？叶老弟啊，我呢也是看在我们俩多年交情的份上，我才来找你。那你要是不愿意，那我去找别人了。哎，我们赢一半。痛快！我现在就去抵押房子。嘿嘿。九爷，货都验好了，钱呢？万国银行的支票3个亿，1分不少。九爷豪气，下次我有货，我还找你。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走。哎呀，好。哟，这不是萧家大小姐吗？真是稀客呀！怎么，你能来，我就不能来？能来，当然能来。你就是郑红，年纪不大，架子倒是不小。我叶某人请你去做客，你居然不给面子。叶老板，面子是自己挣的，你在江湖上只有臭名，没有面子，还挺猖狂。别以为有萧家给你做靠山，我就不敢动你。叶不晨，郑红是我萧家的人，你要是敢动他1根毫毛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嘿，还挺护短，你俩不会有一腿吧？年轻人，你哪个山头的？我又不是江湖人士，你又是谁？好说，我姓常名九，这江湖道人给面子都叫我一声九叔。你就是长久。怎么，听过我的大名啊？我还听说你修补瓷器的手艺不错，那有空咱俩切磋切磋。切磋可以，但只怕过了今天，你就没那个想法。你什么意思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拍卖会现在开始，请各位宾客入座。请各位宾客入座。各位来宾，今天拍卖的是著名收藏家龙海先生的一批私人藏品。龙先生的大名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。他的藏品从来没有出现过赝品。今天的第一件拍品是一款冰裂青釉瓶，起拍价200万。500万。叶老板，这才刚开始呢，你这么玩太着急了吧？张老板，钱天天有的挣，这顶门子的高货可不常有啊。手快有，手慢无啊。800万。哎，九叔，你怎么也跟我抢？叶老弟，这拍卖场上无兄弟嘛，我怎么不能出价呢？好，你出900万。我出1000万。上半场拍卖结束，请各位来宾稍事休息，下半场将会带来更多稀世珍品登场。小云，你这做了一上午，一次价都没出，不嫌无聊？一点都不无聊，看你们一边卖假货，一边给自己当托，挺有意思的。
萧云，你少胡说八道！今天拍卖的是龙爷的私人藏品，哪来的假货？你说我们给自己做托，你有证据吗？证据吗？我还真没有。没有证据，那你就是血口喷人。萧云，我知道你对上次的事儿怀恨在心，一直想找机会报复。不过，报复也要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实力。你有这个实力吗？你猜我有没有这个实力？嘿，他什么意思？这就是来找茬儿。哼，区区一个女人能翻出什么浪来？哎，别听他的。哎，你知道这上半场还出多少？多少？5亿4千万，才这么点儿。哎，这好东西那都在下半场呢。据估计啊，这下半场起码能拍出20亿。20亿！下半场的第一件拍品是龙海先生的珍藏之一，普天之下仅此一件金底牡丹鱼尾瓶，起拍价5000万。我出250。先生，起拍价是5000万。我知道，如果这是一只真的鱼尾瓶，它确实值很多钱。只不过，它是只假的。放屁！龙先生的收藏怎么可能有假？臭小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只鱼尾瓶，它不仅是龙先生的珍藏，更是几位鉴定大师一致认为的真品。你竟然信口开河说它是假的！小子，你知道故意捣乱的后果吗？后果？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这只鱼尾瓶是一只赝品。哦不，准确来说，它不算是一件赝品，只是一件现代工艺品。年轻人，说话你可要负责任。龙海先生是圈内收藏界顶级大佬，他的私人藏品哪怕有问题，也不可能是现代工艺品。就是嘛，几个鉴定大师一起开发出的真品证书，难不成全部打了眼？你不会觉得自己比龙先生和几个鉴定大师加在一起都要厉害吧？棒槌就是棒槌，被人骗得团团转，还主动帮人说话，可悲，可悲啊！他怎么还骂人呢？狂妄！你们拍卖行是干什么吃的？怎么放这种人进来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等会儿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长久是吧？既然你觉得这个藏品是真的，而我觉得是假的，咱们赌一局。赌什么？你双眼睛。眼睛？这买卖古玩靠的就是眼力，分辨不出古玩的真假，那就是眼瞎。既然眼瞎，还要眼睛做什么？哼，你哪来的自信？我相信自己的眼力。你有眼力，难道我没有吗？好，那咱们就赌一局，谁输了，谁就自废双目。你这臭小子什么来头？竟敢跟长久鱼眼？长久可是圈子里的老江湖，莫非这鱼尾瓶真的有问题？不可能！龙先生的藏品，再加上几位鉴定专家说它是真的，那它必须是真的，哪怕有问题，它也是真的。什么意思？哼，古玩嘛，真真假假，还不是圈内的专家说了算。除非瓶子上有无法忽视的大破绽，就算这样，专家说它是真的，它也是真的。确实是这个道理，这小子必输无疑呀！哼，小子，你真要跟我赌？要不咱们还是换成双手吧，谁输了就自废双手。想打退堂鼓啊？晚了，就赌眼睛。好，各位前辈，请给我们做个见证。放心，江湖自有江湖的规矩。没错，谁要是输了之后拒绝兑现赌约，自会有人主持公道。多谢各位前辈。长久，我现在就来告诉你，
这只鱼尾瓶它假在什么地方？说吧，有什么问题？各位前辈，可以上来看看这只瓶子的瓶口处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瓶口？没问题啊，这瓶口完好无瑕，哪有什么问题啊？年轻人，你该不会是故意消遣我们吧？哼，故弄玄虚！你们两个把他给我看好了，别让这小子跑了。用不着，各位前辈，咱们可以看看，往这瓶口处吹上一阵热气，问题一目了然。老王，你身体好，你来。嘿嘿，我来就我来。英文字母，这玩笑开大了，不可能！这是药水，这肯定是变色药水。大家看，药水，这是药水，真给藏药了。这长久，你就别白费力气了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变色药水，而是溶在瓷胎内部的变色材料。这种材料一经升温，马上就会现形，你怎么擦都擦不掉。变色材料？不可能！你要是不信，就再吹口热气，或者浇上点热水。哦，对了，最近天气会变热，这个记号啊会一直显现，到时候你想藏都藏不掉。一直显现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知道了，这个肯定不是字母，是符号，是古代人留下的特殊符号。我早就料到你会强词夺理。那既然你说这瓶口是符号，那你再看看另一侧，这也有符号。什么？哎，对，我，老王，还是你身体好。250啊！这又有数字又有字母，长久，你今天这双招子保不住了。这是你做的局啊！我设的局？你串通钻山雕，用这个瓶子埋雷。谁？钻山雕？臭小子，你还敢专算？你要是不知道的话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个瓶口上会有印记呢？不是，这很简单啊，因为这只瓶子就是我做的呀。当时我做完这只瓶子，我就拿到街上摆摊去甩卖，最后只卖了250块。我还好奇呢，说我随意做了一只工艺品，怎么就成了这龙爷的私人藏品，还拿到了拍卖会上，最后起拍价5000万。这什么？你知道真相？不，我不知道啊。不知道就少说废话。江湖规矩，愿赌服输。你现在可以自废双目了。自废双目？不行啊！这你设的局都是你布置好的。哎呀，叶老弟啊，你快说句公道话，不能失去双眼呀！郑老弟啊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嘛。依我看，九叔自毁双目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嘛，不如让他先给你赔个罪，再用钱赎回自己的眼睛。对，我出200万买回我的眼睛。200万买一双眼睛啊？对，200万。不，500万，我出500万。500万？你这眼睛就值500万？那就1000万，我出1000万。行，拿钱吧。好，钱。哎，我所有的钱都拿去买这批货，必须等到拍卖会结束才能分到拍卖他们的钱。怎么，没钱啊？谁说没钱呢？等拍卖会结束，我立马给你1分钱不少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就等拍卖会结束之后，咱们再算账。对了，各位前辈，我突然又想起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今天拍卖会上，除了这只瓶子，上半场所有拍卖的藏品都是我做的。你是说，拍卖会卖的这些古玩，都是你做的现代化工艺品？对，都是我做的工艺品，没有一件古玩
各位要是不信，可以拿出来验一验。每一件我做的东西上面都有记号。那雷还不止一颗，这所有的都是雷。大家不要相信他，这上半场我们拍的货品，那都是龙先生的藏品，不可能有假的，全部都是有证书的。就说你激动什么呀？就是啊，拍卖行卖的都是龙海的私藏品，你呀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我……你们都看到了吧？马上把上半场的拍品都拿出来，赶紧拿出来，我们要重新验货啊！这妈，那些古玩已经被我们拍下了，你想扣着不给？不敢，去，快把东西搬出来。啊！先看看我的清酒瓶，我来，还是我来？嘿嘿，果然是假的。嗨，笑个屁呀！你忘了，你也拍了不少。小队，那你让我在那边验这个吗？他奶奶的！我花这么多钱买的居然是现代工艺品，这个也是假的。苏氏拍卖行都把我们当棒槌是吧？哎呦，说什么私人藏品，还有鉴定师出的鉴定证书，今天你们要是不给我说法，我跟你们没完！这不是纯骗子吗？我也和你们没完！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就是对，叫龙海出来，他今天必须给我们解释清楚，他所拍卖的藏品都是假的。老爷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说。长久以您名义拍卖的那批货被当场打假，每个古董上面都被做了标记，当场证明就是赝品。你说什么？整批货都是赝品吗？没错，参加拍卖的那些老板正在拍卖行闹事呢，还说让您亲自出面给他们一个交代。混账！我就说了嘛，哪有那么好的事儿？会有人主动送批硬货给他长久，他长久自己往别人挖的坑里面跳，还顺带着砸我的招牌。去，让拍卖行的人告诉那些老板，就说这批货与我无关。是。等等，还有，如果他长久要是敢开口乱咬，他们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去吧。明白。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闭嘴！你知不知道我跟苏老板什么关系啊？哎，这就是杀人了！放开我！太过分了，这你看看。各位，我刚刚联系了龙海先生，龙先生说这批古玩不是他的藏品，而是长久假借他的名义骗我们进行拍卖的。你是说这些东西都是长久的？没错，长久伪造了书信和鉴定证书，他想通过这批假货大捞一笔，然后迅速逃去国外。如果你们不信，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长久名下的房子和古玩店，已经全部抵押给别人了。照你这么说，整件事都是长久设的局？哼，拍卖还真有这么干净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拍卖行负有不查之罪。我们苏老板说了，等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后，他会亲自给各位一个解释。至于你们交的保证金，全部双倍退还。那我就卖苏老板一个面子，希望他查清事情真相之后，给我们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才能圆回去。今天要不是这位小兄弟，我们可真就被骗了。老弟，多亏了有你，你这卖的假古玩怎么到了长久手里？王老板，我做的是工艺品，不是古玩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落到长久手里，还被当成拍卖品。现在工艺品当古玩卖，既有拍卖行站台，还有鉴定师出的证书，看来拍卖行圈子烂透了呀。小老弟，今天你这个人情，我王某人认定了。我张某人也欠你个人情。今天可真痛快，长久和叶不辰做梦都没想到，那批货竟然是你埋的雷。他们以骗人为业，最终倒在骗局之中，这就是罪有应得罢了。长久已经被千秋会抛弃，只剩下死路一条。你的杀父之仇已经报了，还要继续吗？当然要继续，我不仅要报仇，更要惩恶。
千秋会害得那么多人倾家荡产，不铲除他们，我誓不罢休。阿红，需要什么你尽管吩咐。云姐，和整个千秋会作对，会很危险。你不用劝我，就算我不插手，千秋会也不会放过我们萧家。既然你要斗，我就陪你跟他们斗到底。萧云、郑红，你俩可真行，挖这么大一个坑让我跳，这才几天时间，让老子亏进去1亿5千万。叶老板，你做初一就别怪我们做15。对啊，叶老板，当初你跟长久设计陷害我那会儿，还管云姐要8个亿，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？好，你们有理。幸好我这个人呐，最讨厌给人讲理。给我砍了他们！给我砍了他们！敢对我郑老弟动手，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。老板，上次就是他从我们手里救走了郑红，怕什么？跟他们拼了！砍死一个，奖励30万！哎呦，我们早就料到你会狗急跳墙，想动我姐和郑红，你也太天真了。给我上！哎呀妈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哎呀！叶不辰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们萧家虽然讲规矩，但不代表我们怕事。你想横，我就陪你横；但你存心找死，我也很乐意成全你。不玩了！小云、云姐，你放我一马吧！从此以后，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。一笔勾销？叶不辰，你想的也太天真了。今天要是不给你点教训，我看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继续上！哎呀妈！龙爷，舅舅，你们可得替我做主啊！闭嘴！你个大老爷们哭什么哭？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萧家故意设的局，他们做出一批以假乱真的瓷器，又找到钻山雕当托，然后以圣坑的名义卖给长久，最后才有了拍卖会上的事儿。我们和萧家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长久得罪了萧家。你放屁！分别是你想敲诈萧家，来找我帮你的，现在敲诈失败以来报复，你好意思怪我头上？我敢对萧家下手，还不是因为你吹牛啊？自己布的金钩吊龙局，无人能破。那也是你先找的我。够了，龙爷叫你们两个来，不是听你们扯皮的。龙爷，萧家挖这么大一坑，还在拍卖会上当众引爆，不但让拍卖行名声扫地，还狠狠地砸了你的招牌啊！是啊，现在外面都在传说这家伙是您买的。你俩跟我玩祸水东一样是吧？啊，还嫩了一点。他萧家如果要是敢砸我的招牌，我自然不会放过他们。但是整件事情的缘由还是在你俩身上。来人，给我把这两个废物拉下去，扔到海里去喂鱼。龙爷，这次是我们不对，但是我们借用您的招牌，那也不是白借的呀。这次拍卖会的收入您拿上30%，现在出事了，也不能全让我们背锅呀。是啊，龙爷，这些年我们为千秋会捞了这么多钱，你不能因为一件事儿就过河拆桥啊！过河拆桥？你们还没有资格。千秋会不养废物，我这是在给千秋会清理门户。不，我不是废物，我还有用啊！你还有用？你现在被别人骗的都已经倾家荡产了，古玩店都押出去了，你还有什么用？我还有手艺啊，我可以替您修补瓷器，给您打工啊！长久啊，你是不是忘了？你跟人打赌，眼睛都输出去了，没了眼睛，你拿什么跟我打工？你们俩现在唯一的作用就是为你们犯下的错误承担所有的后果。拉下去！卸磨杀驴，你不能好死啊！走，快！舅舅，你快帮我求求龙爷呀！我没罪呀，我也是被长久坑的。好吧，我见识都因你而起，你还敢狡辩？想求龙爷放我，就先赔偿龙爷的损失。啊，对，龙爷，是我损了您的招牌，我愿意拿出3000万赔偿您的损失。5000万。5000万，好，苏老弟，看在你的面子，放他一马
但是你给我记住，如果下次再有这种事情发生，谁也救不了你。老爷，有人在珍宝阁砸场子。兄弟，这只青铜香炉总不会是假的吧？是啊，前面这些古玩你说是假的，这只香炉的器型和纹饰都可以跟朝代对得上，改造过也看不出痕迹。你说它还是假的吗？这只香炉的器型和纹饰确实没问题，不过这上面的铜锈是一个挺大的破绽。什么破绽？颜色过深，锈层过厚，还有细微的烟熏痕迹，这是青铜器做旧普遍会留下的破绽。我怎么都没看出来呢？那是你眼力不行。谁说我眼力不行？这些年我可捡了不少漏呢，还有几件国宝呢。国宝？哎，你要是不信啊，可以把它买回家，拿刀把上面的铜锈刮下来。如果它的铜胎和铜锈分层很明显，那100%是个赝品。我可没有那么多钱。兄弟，照你这样说，这珍宝阁就没有一件真东西了。有倒是有，不过只能算是小半件。小半件？这幅画用的是阶层的手法，就是把古画中的其中一层取下来，接笔补色，然后重新裱成一幅画。阶层？我听说过这种造假手段，但是我没见过。这不就看见了吗？各位，本店今日提前打烊，要买古玩请明天再来。你就是郑红吧？对，年纪不大，胆子不小，敢到珍宝阁砸场子，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地盘？莫非是你的地盘？这是龙海先生龙爷的地盘。哦，这位就是龙海先生。龙先生，你好，您来的正巧，我有笔买卖，想跟您好好谈一下。跟我谈买卖？你有什么资格？资格？前阵子在拍卖行，我刚刚砸了你的招牌，现在又在你的珍宝阁砸了你的生意，你说够不够格？年轻人，出来混，不要太嚣张，早晚都会出事的。所以，我选择中午出来嘛。少在那给我耍嘴皮子啊！说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听说你是千秋会的会长。正是。怎么了？想入会？哎，你说的对，我确实是想入会。想加入我们千秋会？你设局报复叶不辰和长久，今天又来珍宝阁砸我的场子，就是为了加入千秋会？没错，我听说咱们千秋会门槛很高，只会招那些有用的人，所以我就向你们展示一下我的实力，这很合理吧？合理，合理。也为了给我留下好印象，去拍卖行砸我的招牌，你这思路很清奇啊！不清奇，一点也不清奇。你的招牌往后也没什么用，砸了就砸了呗。放肆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的招牌砸了就砸了吧，反正以后也没有什么用。臭小子，你把话说清楚了。你又是谁？我姓苏，苏大德。哦，就是那个苏氏拍卖行的苏老板。那你也是千秋会的高层啊？那两位一块听听我的想法。也继续说。我觉得咱们千秋会确实很有前途，但是咱们其中有些成员啊，制假技艺太一般，而且目光还很短浅。我们明明可以把无限期的做大做强，但是就非要局限在云岗这1亩3分地里，这不是浪费生命吗？你说谁目光短浅呢？让他继续说。第一点，既然我们是诈骗集团，就应该有高明的诈骗手段。你看看，你们做的这些假古玩，也就骗骗刚入行的新手。你给老玩家一看，都是非常明显的破绽。我能给你们千秋会的制假水平至少提高一个档次。继续。第二点，你们现在把诈骗对象主要定在什么
普通的老百姓和一般富豪身上，这不就是固步自封和自断财路吗？难不成你有新的目标？你们现在主要是一个人一个人的骗，这样不但骗的钱财少，而且骗局也维持不了多久，还会引起大家的注意。所以，如果咱们想赚大钱，不仅要把生意的范围扩大，还要学会新的赚钱路子。照你这么说，你有新的财路？洗黑钱，胆子不小啊，敢打黑道的主意。众所周知，现在存钱最多的往往就是那些坏人，什么走私贩子、贪官污吏，还有那些地下钱庄。他们手上拥有的现金是最多的，但是他们不敢轻易的随便花，因为这些钱来路不明，如果花出去，一旦被曝光，就会被严查。照你这么说，他们就必须得把钱洗白。传统的洗钱方法，比如开店、博彩，已经跟不上他们敛财的速度了。而像我们这种资金流动巨大、价格没有上限的古玩拍卖，已经成为他们最新最好的洗钱选择了。老爷有道理呀。如果我们能跟这些人私下达成合作，我们根本不用拿什么真品呐，我们就用赝品开拍卖会，就能帮助他们把黑钱洗干净。那我们就是光赚抽成，也能赚得盆满钵满的。龙爷，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是有道理，但是这跟你砸我的招牌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关系其实很简单，就怕说出来，龙爷您会不高兴。但说无妨。其实我觉得，像您这样的老前辈，思想已经跟不上，千秋会会长这么重要的职位，应该让给我这样的年轻人啊！狂妄，还敢打龙会长位置的主意，你不想活了？年轻人野心不小啊，着实让我刮目相看。就凭你的一番话，就想轻而易举代替我的位置？这世上有那么好的事儿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勇气可嘉，勇气可嘉呀！想当会长，首先要成为千秋会的会员，你是吗？我听说千秋会最近在招揽人才，我毛遂自荐，您不会拒绝吧？以你的实力确实不应该拒绝，但是想成为千秋会的会长，不但是要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，还得需要一个有实力的人为你在背后撑腰，你有吗？这还真有。有我们萧家在，够吗？萧大小姐，我好像记得他姓郑吧，而不是姓萧。你们萧家为他做保，总得有个理由吧？啊？就凭他是我的未婚夫，萧家的上门女婿，够吗？萧家的女婿，好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。阿德，告诉他千秋会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想当千秋会的会长，就必须破3关，过6局，胜者生，败者死。胜者生，败者死，哪3关？第1关，慧眼识宝。想做千秋会的会长，就必须有一双火眼金睛。我们千秋会拿出3件古董让你鉴定。第1关共3局，鉴定真假？错，鉴定真假只适合一般高手，而你想挑战的是龙会长的会长位置，就不可能是普通难度。所以我们会让会里的制假高手制作3件赝品，而你的任务是找出3件赝品中的破绽。从赝品中找出破绽，那岂不是很简单吗？年轻人，别高兴得太早。我们说的破绽，不是那种明显、显而易见的破绽，而是一旦提出就无法辩驳的致命破绽。如果你想拿那些白扯不清的破绽说事儿，那你就输了。第2关呢？第2关妙手7天，这一关我们会提供一份
古玩名录，由你抽出2个，由你自己提供材料，自己进行制作。如果能骗过我们千秋会的3位鉴定大师，你就算赢，否则就算输。抽签？对，就是抽签，并且我们千秋会提供的古玩名录，不光有你擅长的瓷器，还有青铜器、字画、铁器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年轻人，如果你怕死，现在放心，还来得及。第3关呢？第3关，下棋。下棋？对，下围棋。你想挑战龙爷的会长之位，不光要有一双火眼金睛和会制作赝品，还必须擅长谋略和布局。你想挑战龙爷的会长之位，就必须在围棋上胜过他。这前2关我都能理解，这第3关怎么会是下棋啊？围棋你不懂啊？我略懂。会长，他说略懂。略懂怎么了？你没听说过那句话“乱拳打死老师傅”？乱拳打死老师傅，围棋不试试怎么知道的？你还挺猖狂，胆子还不小。你可别忘了刚才我说的规矩。什么话？胜者生，败者死。我们千秋会的规矩可不是摆设。阿红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是啊，姐夫，你又不懂围棋，为了挣钱搭上一条命不值得。怎么了？害怕了？说吧，什么时候挑战7天后过第1关。阿红，这次挑战会不会太冒险了？云姐，你放心，我有把握。你对围棋只是略懂，但龙海的围棋技术在圈内可是数1数2的。就算你能过得了前2关，你也过不了他这关。过不了也没事，我很断定，就算我过不了关，他也不会舍得杀我。不舍得杀你？你不仅砸了他的招牌，又坏了千秋会的规矩，他怎么会不舍得杀你？因为他贪婪，我给他出的主意，加上我的个人能力，能给他和他的千秋会赚上他数不清的钱。就凭这一点，他就不会舍得杀我。所以就算我输了，他也会主动给我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要么死，要么替他卖命，帮他赚钱。你会输吗？不会。龙爷，您真要接受挑战啊？当然要接受挑战。可是那小子只是个无名之辈，接受他的挑战，那会里其他成员恐怕会心生不满呢。我就是让他们长长记性。这些人一个个的只想着过安逸日子，不思进取，连洗黑钱这么好的路子，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到。让一个外人跑过来提醒我，要是再不敲打他们，千秋会迟早会被人取而代之。有道理。这些年呢，我们确实偏于保守，就应该让年轻人搅一搅。郑红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是否真的要向我发起挑战？是，我要挑战。挑战失败的后果你可知道？清楚。好吧，那咱们就开始吧。第1关慧眼识宝第1局。郑红，现在请你查出这幅唐代古画的致命破绽。这也算古画？这怎么就不算呢？这幅画分明就是一眼假。古代的文人墨客谁会画这种垃圾玩意？就是嘛，我画的癞蛤蟆都比他好看。我画的癞蛤蟆都比他好看。年轻人，这幅画的破绽如此明显，嘿嘿，你竟然看不出来？你自信十足的来挑战龙爷，不会连第1局第1关都过不去吧？那可就真成井底之蛙了。变成井底之蛙还能活，丢了小命就可惜了。姐夫，这幅画的破绽漏洞百出，古代的文人怎么可能画这种画？更何况流传至今。这幅画的内容确实很离谱，不过苏老板跟我说，我要找的是破绽，
不能存在争议。如果我用古画内容的合理性去和他们争辩，就会掉入他们提前设计好的陷阱里，那就只能听天由命。哎，没错，这幅画的内容确实是一个陷阱。不过呢，你光能看出这个陷阱啊，可救不了你的命。找不出真正的破绽，你就算再精明，也是死路一条。你们放心，我命挺硬的，没那么容易死。这幅画真正的破绽，在于它所用的墨上。墨有什么问题？写字画画的墨不都是黑色的吗？你懂什么？墨也分很多种，有香的，有臭的，还有尝起来味道不咸不淡。哟，你喝过？那倒是。闭嘴！郑红，你说这个墨有问题，是墨的颜色有问题，还是墨的干湿程度有问题？苏老板，您用不着给我挖坑。我的意思是，破绽是出在墨上，并没有说它本身存在问题。好，你继续说。您刚才说这是一幅唐代的画，我刚才仔细观察这幅画，从它的纸张，还有它的墨头，以及它的画杆，虽然都是从外面找来的粗货，不过确实是唐代的东西。如果我从这张画的材质进行质疑，我依旧会输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这幅画的材料呢，就是第二个陷阱。你小子还有点眼力啊！哎，不要拐弯抹角，赶紧说重点。好，那我就说重点。这幅画的真正破绽就在于它所用的墨和它对称的朝代不相同。这幅画用的是漆烟墨，而漆烟墨直到宋代才被发现出来。哦，我懂了，他们用宋代的墨画了一幅唐代的画，两者之间互相冲突啊。为什么宋代的墨不能画唐代的画呢？唐朝都灭亡了，还画个屁！哦，可我还是不明白。不错，郑红，我本以为你只精通做瓷器，没想到你对字画的造诣竟然如此的高啊！啊，那好吧，咱们就来第二局的吧。第一关慧眼识宝第二局，六枚铜钱，怎么找？是让我们找出放在其中的假钱吗？不可能，这帮人最喜欢挖坑，肯定没什么钱的。小子，能认出这些钱币吗？成套的王莽六拳，确实挺稀罕的。哟，还真认识，说说其中的破绽吧。这套钱币，它的致命破绽和它的材质没关系。臭小子，你耍我！不敢，不敢。这位前辈，这套王莽六拳是您亲手做的吗？没错，是我特意为你做的。吴大师喜欢字画，于大师喜欢琢玉，而我金大师就喜欢这些金铁之物。吴大师、金大师、于大师。那这么说，我下一关是玉器了。哼，我这局都没过，就想着下一局，未免操心过早了吧？不早，未雨绸缪嘛。不过金大师，您这一局给我挖的坑，未免也太简单了吧？臭小子，刚刚赢了一局，就开始装上了。虽然你破了我的局，但是你想赢金大师这一局可没那么容易。虽说鉴定钱币不难，但是你要找的可不是普通的破绽。小子，你说我挖的坑简单，那就说出来听听吧。好，王莽六拳是王莽篡汉时期铸造的钱币。这六拳从小到大依次是小拳直一，腰拳10，右拳20，中拳30，壮拳40，大拳50。
其中最广为流传于人世的是大拳和小拳，其次是妖拳，然而最珍贵的就是这枚壮拳。哎呀，郑老弟，你懂得那么多呀！嘿嘿，不愧是我的知音啊！我在当铺这么多年，都不认识王莽六拳，姐夫不仅认识，还这么了如指掌。姐，你可真会挑人。金前辈，您可是造假的专家，您肯定不会因为这么简单的造假工艺，就露出这么致命的破绽。但是，你为了完成任务，又不得不找出一件可以露出致命破绽，又不能完全暴露的器物，对吗？对，我本来是打算打造一件青铜器，但青铜器要么不留破绽，要么破绽太大，所以我才选了这套古钱币。你之所以选择这套，是因为你清楚的知道，这套钱币不是世界上所有人都见过它们，所以你选择在这枚钱币上做文章，然后用其他剩下5枚钱币扰乱我的视线。我说的对吗？对，你说的都对。虽然你猜到了我的想法，但现在你真正要做的是指出这枚钱币致命的破绽，而不是在这儿跟我耍嘴皮子。老头儿，你急什么急啊？你花了2天时间挖的坑，红哥才看了2分钟，催什么？行，我不催。没事，我直接把真相说出来。这套钱币对于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人，想找出致命破绽是难上加难。但很可惜，我不光见过他们，我还知道他们的尺寸。哎，后生可畏呀！我认输总行了吧？哎，老金，他还没说出破绽，你这么快就认输了？老头儿，刚刚不是很能耐吗？继续吹啊！哼，姐夫，别卖关子，快说说致命破绽到底是什么？这致命破绽就是这枚赝品的尺寸，与真正的壮拳4时大了半毫米。赝品跟真品的尺寸不一，老金，你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？是啊，金老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们懂个屁！我问你们，你们有谁见过壮拳4时的真品？我有幸见过一次。你见过是吧？抛开其余5枚不说，我直接告诉你，这破绽在这壮拳4时上，你会往哪个方向去找破绽？肯定是往材料、加工痕迹、做旧手法上找啊。为什么不找尺寸？因为您是大师，怎么可能做错尺寸？我就说嘛，这就叫做欲擒故纵啊！原来如此啊，老金，我还以为你老犯糊涂了呢。老东西，你也太阴险了，找了一枚大家都没见过的古钱，已经够无耻了，还玩欲擒故纵这一套。哼，可惜啊，这小子不但见过，还把真品的尺寸记在了心里。甚至连半毫米的差别都能一眼看穿，这份见识和眼力不得不服啊！郑红，第2局你赢了。郑红，你不光做旧的手法出神入化，这字画金箔的造诣也令人刮目相看呢。而且第3局的考核也被你猜对了。果然是玉，郑老弟，你不愧是我的知音啊，能提前知道题目。那这第3局我赢了。你错了，这关才叫难。难在哪儿？各类古玩当中最难鉴定的就是古代玉器，因为用天然玉石做的赝品，无论材质的好坏，它都是真的玉器。唯一的问题就是年代能不能对得上。所以只要赝品的造型没有问题，做旧手法够厉害，无论挑什么破绽，都会存在正义。原来如此，这帮老东西真他娘的会挖坑。郑红，这是于大师做的汉代玉龟，请找出它的破绽吧。于大师，这块玉龟是您亲手做的吗？这什么玩意儿？光溜溜的一块，这叫玉龟，古代用的礼器。玉龟？这关键它也不像乌龟呀。郑红，规定的时间马上就要到，你还没找出破绽吗？
唉，于大师手段高明，这块汉代玉龟，我确实没有找到破绽啊。找不到，那可咋办？姐夫，你也别这么老实，找不到破绽先随便蒙一个呗。郑红，你不会是要认输了吧？哎，我没找出破绽，不代表我认输。你不认输，是想跟我们拼个你死我活？前面这2关是在考验我的见识和眼力，这第3关应该不会重复这2点。那不考见识和眼力，考什么？应该是在考验我的自信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很简单，这块汉代玉龟是真的。什么？玉龟是真的？郑红，你难道忘了我们这次挑战的规则？我当然没忘，过3关斩6将。这第1关这3局，就是通过你们给我的3件赝品，我找出致命破绽。那既然规则你没有忘，你为什么断定于大师给你的玉龟是真的？我之所以说它是真的，是因为除了规则，我还记得另外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们千秋会是一个诈骗集团，你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，那我岂不是太单纯了？像我这么一个单纯的人，怎么会有资格成为你们千秋会的老大呢？所以你就断定于大师是用真的玉龟来骗你的吗？没错，你们千秋会最擅长的就是作假。你们能把赝品说成是真货，就能把真货说成是赝品。我如果连这点觉悟都没有，我非要说这块玉龟是假的，那岂不是上了于大师的套路？玉龟是真的，他说的没错，后生可畏啊！他刚才问我玉龟是不是我亲手做的，我故意闭着眼睛不说话，就是怕说多了露出马脚。年轻人，你的智慧和自信确实令人佩服。我认输。好，郑红，你的表现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不过我希望这第2关，我能够继续看到你的经验。抽签吧。郑红，第2关妙手7天，你的任务是从你抽到的古玩名字中制作2件赝品。如果我们的鉴定师没有发现明显的破绽，就算你赢。但是如果其中只有1件有破绽，你也算输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没有明显的破绽就可以过关，未免也太轻松了吧？他们说的话你也信？哦，对，这些老东西最喜欢挖坑。这一关一共有2个坑，第一是赝品的真假由他们说了算，第2是要什么类型的赝品需要抽签决定，所以这关不仅要实力，更要看运气。我去，这可难办了。郑红，你已经过了第1关，已经证明了你很有实力。如果你现在选择放弃的话，龙爷可以网开一面，给你一个千秋会的高管做。如果你坚持挑战，那就没有回头路了。继续挑战，我从未想半途而废。好，勇气可嘉。那你的第2关的第1个任务就是制作一个清代的九龙盘。九龙盘？那不是瓷器吗？居然还有这种好事！是啊，郑老弟最擅长做瓷器。嘿，他们把瓷器也放在抽签名单里。嘿，他们还算比较实诚的。实不实诚，还得看下一件。第2个任务是制作一辆始皇帝的御用马车。啊？说什么？始皇帝的御用马车？这种传说中的东西，你也敢拿来当赝品？怎么不可能？你知道古玩骗局中最赚钱的方式是什么吗？
就是无中生有。如果你能做出一件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东西，那就是国宝。就算再贵，也有的是人抢着买。郑红，你既然想做千秋会的会长，我们千秋会的目标就是搞钱，那可是就必须擅长无中生有。你知道始皇帝的御用马车长什么样有多大吗？多大？长什么样？可以查史料。第二关有1个月的时间，什么史料查不到？我去，1个月的时间，造2个车轱辘都来不及，你还让红哥去查史料？自己忙不过来，可以找帮手啊。可以找帮手？对呀，我在宣布规则的时候也没说不能找帮手。可是，就算是找帮手，那1个月的时间也来不及啊！你这分明就是强人所难。就是，我郑老弟，除了做马车之外，还要做那个九龙盘，光那个盘子就得好几天。凭空造一台马车，确实是很费时间。这样吧，第2关我就给你放宽期限，怎么样？怎么放宽？怎么放宽？郑红之前造的那批瓷器的赝品，已经骗过了咱们会里的鉴定师1次。至于这个九龙盘，这局吧也算赢了。你现在眼下要做的是造一辆赝品的马车。时间方面嘛，我给你翻倍，2个月的时间，总够了吧？好，那就2个月。好，既然你答应了，那你现在需要什么，尽管提出来吧。无论是场地、人手、造马车的原材料，我们千秋会都可以给你解决，怎么样？龙老板，不用这么客气，这些东西我自己会解决。你自己解决也可以，但是我要给你提个醒，如果你要是因为贪生怕死，那么替你做保的萧家就得替你承担所有的责任。你放心，既然我选择继续接受挑战，我就绝对不会轻易放弃。好，拭目以待。阿红，这2个月的时间，你真的能造出马车吗？能。我去，这可是始皇帝做的马车。红哥，你既不是造车匠，又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，要怎么下手？你就放心吧，只要照我说的去做，这关不难过。这还不难过？阿红，你需要什么，直接和我们说吧。第1步，现在就派人去收集各种需要的材料。第2步，招募一批有实力的木匠，告诉他们，一旦来了，就不能回家，更不能和任何外界的人联系。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就这？闭嘴，快去准备。龙爷，郑红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。他们在做什么？他让萧家赶紧收集造车材料和聘请木匠，自己则去拜访一些史学家和藏书家，打听始皇马车的历史资料。哎呀，这年轻人终究单纯啊！龙爷，您给郑红挖了这么大一个坑，他会视而不见？这天才嘛，就是喜欢挑战高峰。我让郑红制造一辆始皇马车，这对于他来说，无形就是一个激情的挑战。一旦遇到这种激情的挑战，这天才呀就会上头，反而呢就忘了脚下。厉害厉害啊，郑红！没想到你在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之内，竟然真的造出来一辆马车。君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既然我决定要继续挑战你，我就一定会坚持到底。那就掀开吧，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，你费尽心思造出来的这辆始皇马车到底有多惊艳。可以。啊！不是说是马车吗？什么意思？怎么是一个纸箱？是啊，这就是一个箱子。郑红，没看错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马车呢？就在这箱子里啊！什么箱子里？箱子里？郑红，箱子里，你是不是忘了挑战规则？
真的，我们让你做的是一辆能骗过鉴定师的以假乱真的赝品马车，而不是什么马车摆件。这不是摆件，这就是马车。放屁！那么大一辆马车，怎么可能放进箱子里？正红，你不会是以为你要挑战输了，想跟我们同归于尽吧？同归于尽？难道箱子里面装的是炸药？我怎么可能会往箱子里装炸药呢？那不是炸药，也不是摆件，到底是什么？不可能是真的马车吧？诸位，看看就知道了。看，什么情况？真的是一辆几千年前的马车啊！这就是始皇帝的马车。是啊，诸位该不会觉得过去了几千年的时间，马车的木质部分还会完好无损的存在于世吧？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好一个精明的年轻人，连老夫都差点被龙会长给骗了。两位大师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蠢货，还不明白吗？答案不就在这儿呢吗？郑红的意思是说，做始皇马车这一局也是陷阱。秦朝距今已经有几千年了，而马车的大部分材料呢都是木头，木头埋在地下可以几百年，但是绝不可能有几千年。假如呢，还要把马车真的做出来，那就直接表明这就是一个赝品，根本就不用鉴定师去鉴定，他直接就输了。哦，我懂了，所以他就做了一堆青铜器配件，说这就是马车。没错，鉴定师呢，快过来鉴定一下这马车上的配件，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明显的破绽。不必了，这一关直接算你赢吧。啊，这第二关就算我过了？算过了，直接准备第3关吧。哎，人家看穿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臭小子，原来你早就看穿了第2局的破绽。围棋你都带过来，所以之前你让人去购买造马车的材料，还有那批木匠，你这是在跟我演戏。没错，担心龙爷派人过来捣乱，所以就演了这场戏。捣乱？哼，你连围棋都不懂，我用得着捣乱吗？我不是不懂，是略懂。郑红啊，郑红，你开局就把白子落在天元上，你这叫略懂围棋？姐，为什么开局不能下在天元的位上？因为围棋开局最重要的就是抢占空角，也是打下抢占地盘的基础，所以才有了金角银边草肚皮的说法。而郑红第一子就落在了开元上，白白的浪费了站脚的先机，几乎就等于开局就输了一半。没错，自古名家下棋，开局从来没有人在抢占天元位置的情况下赢得了棋局。郑红这小子纯粹就是个门外汉呢。郑红，围棋讲究的是实力，你之前所说的乱拳打死老师傅，在别的事情上或许还可以，但是在围棋上不可能。万一出现了，万一出现了，那我就立刻把千秋会会长的位置让给你。一言为定。郑红啊，郑红，你棋艺还行，居然到了中盘，你都还不认输。龙爷，过奖了。虽然你棋艺还行，但是想赢我，你还差得远呢。之前的确差得远，不过等这一步走了之后，差的就不远了。这一步是好棋呀，整个劣势一下就扳回来了。
张红，你自己说略懂围棋，骗人的。没有，我真的是略懂。这手确实精妙，但优势依然在我这里。呀，优势没了？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龙爷，我记得你刚才说过，乱拳打死老师傅这种情况永远都不会出现在围棋上。您看，是不是有点言之过早呀？臭小子，明明是高手，却扮猪吃老虎。没有啊，我真的只是略懂，这是我师傅给我的评价，我可没骗你们啊。师傅？你师傅是谁？我师傅就是个刚退休的老头，天天跟我吹牛，说他退休之前大家都管他叫什么棋圣。棋圣？对，不过都是他自己胡说的。你接着下。哎，龙爷，你要是刚才决定跟我缠斗到底呢，说不定这局还有赢我的机会。可惜啊，您退缩了。屠龙，你作弊！我不可能输给你！哎，愿赌服输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龙爷，难不成你想赖账啊？我不服！龙爷，郑红说的没错，愿赌服输。再说了，这个挑战是您自己接下的，大家也都是您找来做见证的。规矩就是规矩，郑红已经过3关破6锤了，你这个会长还是让贤吧。我不服，我不可能输给你。事已至此，咱们就别硬撑了。苏大德，你也敢背叛我？背叛谈不上，我只是遵守规矩而已。我宣布，郑红为千秋会新任会长。好，谢谢。这是千秋会的人员名单，这是千秋会的账本，这个是千秋会的犯罪记录。我让你去当卧底，你怎么又当上老大了？我也想低调，但实力不允许啊！你小子，哼，